川普政府关税火力集中在北京这边，中共抛出吃草也能活3年升级版，把零工经济提升到救星的崇高地位。美团的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和运送快递的叔叔阿姨们，在关税战中变成了让经济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你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潇。子木研究是一家位于北京的民间传播和研究机构。5月5号发表研报，说中国有将近2000万人做对美出口商品的生产工作。美国关税几乎瘫痪了中国出口，随着经济冲击波的蔓延，很快就会有570万人丢掉饭碗，最终会有1580万人失业。丢掉饭碗的人们每天忙碌着，到处找生活，为的就是一日三餐。可有人发现自己白忙活了一场，到头来只是做了一回牛马。X 平台知名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4月30号发的视频显示，广东一名男子记录了在工厂当牛马的一天，从早上7点多到晚上9点，时薪只有13块。他不甘地大声发问，我的青春就值13块钱吗？不只是普通人，就算是法学硕士，最后也只能落到打零工的地步。账号中华人矿共和国5月1号发视频说，法学硕士送外卖，中国高等教育真的普及了，赢麻了，赢2次。对此有网友说，在中共国一代代做奴隶毫无希望。你还别奇怪，法学硕士送外卖不算什么，就是高大上的航空公司机长也要在空闲时间送外卖挣钱呢。有网友5月3号发视频显示，中国幸福航空突然全面停航，被曝3年没发薪水，有人去年6月没发薪资到现在，因为航空亏损10几亿，机长在下班之余还要去跑外卖为生。中国经济已经七零八落，没事做的人越来越多。中南海那帮当官的，本事大的可以把坏事说成好事，丧事办成喜事。这不，4月25号，他们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要增加对受关税影响企业的失业保险金返还。他们这时可能还在偷偷乐呢。美国总统川普要我们低头，没门儿。我们还有一个救星，那就是这些失业的人，他们一夜之间就有了闪亮的名号——零工经济。可打零工似乎很难挣到钱。据《纽约时报》报道，27岁的曹志4年前辞去了销售汽车保险的低薪工作，加入了外卖平台饿了么。现在他每天至少要多工作1个小时，才能拿到和刚开始工作时一样的薪水。来自中国东北辽宁的建筑工人和管道师傅王龙和，今年56岁，不辞长途跋涉，来到远离家乡的中国南部城市中山，做一份为期2天的水族馆建设工作。他说，过去年景好时，一年能赚大约10万块，现在能赚到这一半就不错了。但是现在除了零工，没有太多的选择。中国的零工经济规模庞大，据中国工会联合会估计，有小1亿人在这个新型就业形势中找生活。外卖小哥和网约车司机都是，可这里装不下中国2亿灵活就业者啊。而国有企业仅能容纳区5400万人，这对中国7亿多劳动人口来说显得微不足道。失业人太多，中南海管不了他们的吃住，没关系，让他们上电影，只要讲好他们在生活的低谷中逆转人生的正能量故事，那就皆大欢喜了。于是乎，一个中年白领转行做外卖员，重拾信心的叙事就成了逆行人生的主题。中国经济一路下行，许多中产返贫，成为近几年中国的普遍现象。有的加入外卖的小哥行列，有的开网约车，为一点小钱，风里来雨里去的。
中国经济学家傅鹏在一个内部演讲中认为，中产阶级是受冲击最大的群体。2024年突然冒出的2000万网约车司机，很多都是原本的中产阶级。赖建平解释说，中共经济下滑有很多的问题，有的呢是属于本身中国的经济周期已经到了这里了，这个专制政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障碍桎梏，再加上这个国际环境的一个影响，多种原因导致中国经济处于目前一个极其糟糕的状态。那么中共一方面继续愚弄欺骗老百姓，一方面又要对美国贸易战表现出一种强硬的姿态。其实这个跟中共的政权的逻辑呢是一脉相承的。专制政权最重要的不是为了社会人民，为了经济，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对他们呢都是一个工具，根本目的是维护政权。对内他就采取暴力的恐吓、强制，采取欺骗、洗脑；对外采取一个拉仇恨，他要把中国共产党专制政权所造成的所有问题都要解释为美国西方对中国的亡我之心不死，是西方的破坏干扰造成的结果。目的呢还是要让中国的老百姓仇恨美国西方整个的世界，达到强化对共产党的忠诚和拥护的目的。中国有很多人会被洗脑灌输的，会产生一个对中共有利的舆论的结果。老百姓日子过得越来越差，但是呢他们还沉湎在狂妄的幻想里边，掩盖他的经济上的决策的失误，会掩盖他的这个一落千丈的这个状况。中国人呢悟性比较强，共产党说他不在乎经济形势，老百姓吃草也不会起来反抗，他吃准了这一套东西，所以他就敢于用特别不入流的完全违背现代政治文明的方式去执政。他为了拉仇恨，为了让中国人民把经济失败的不满引向美国和西方，所以他在关税战上表现得很强硬，要把阿 Q 的精神胜利法发挥到极致。美国还求着我们要跟我们谈，我们是不屑于跟他低头的、妥协的。赖建平认为，中共不在乎老百姓的死活，更在经济上大搞愚民宣传，让老百姓认识不到中共才是搞糟经济的罪魁祸首，这是铤而走险的做法。现在都走到极端了，老百姓实在受不了了，活不下去了，大面积的社会不满情绪会被点燃，群体性的抗争、反抗行动会层出不穷。中南海把零工经济看成与川普进行关税战较量的本钱，用什么神奇疗效的话术来为其证明。2020年，他曾被指责为资本无序扩张的一部分。咨询公司龙舟精讯张提利说，当时中共领导人很轻视零工经济，说这是建在沙子上的城堡。可现在，在川普关税压力下，中南海却把零工经济奉若至宝，将其视为经济的缓冲力量。为了营造经济回稳向好的假象，中南海让很多经济统计数据消失了。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已停止发布数百项数据，像中国的土地出让数据、外国投资数据和失业率数据都没有了，火化数据、商业信心指和官方酱油产量报告也消失了。川普关税扯掉了中共一块又一块遮羞布，只能把这种吃草也能活3年的残暴做成升级版，把中国老百姓的苦难美化成中国经济的救星，给老百姓戴一顶高帽，借此点燃他们的爱国情绪，心甘情愿做中共的人矿和炮灰。你认为中共的这一套能奏效吗？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